想问一下，就是今天呢、今天开设这个服务处啊，是要来深耕新北的意思？是台湾民众党8位不分区的立委，每一个人都有分配的责任区。那我目前的责任区是新北市跟宜兰县。那宜兰县的部分啊，我会充分的跟台湾民众党非常优秀的前立委陈婉慧来相互合作。那新北的这个地方啊，就是由我来担纲。那2月1号上任了，那所以我们就尽快的把地方的服务处可以设置起来。那被外界解读是要来布局2026的新北市长。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啦，还是把国会的工作都做好。那至于2026年整体的布局，我相信柯文哲主席还有我们的党中央，他们会有最好的安排。高老师刚刚有抛文啊，就是是非颠倒的部分，你在补充一下。没有，因为整件事情哦，我真的觉得民主进步党真的在做抹黑一条龙的操作，真的太夸张了。那明明是他们的各路人马跑去想要求见柯文哲主席，然后希望柯文哲主席，然后能够跟民主进步党合作。那结果在2月1号立法院院长选举出来了以后，那民进党就用他们御用的传声筒，在那边丢一些莫名其妙的抹黑新闻，什么柯文哲跑去找民进党求官，然后柯文哲跑去找民进党要如何又如何，是非真的可以这样颠倒话可以颠倒出来讲。民进党发言人，结果谎言被戳穿了以后，昨天晚上似乎是缩回去了嘛。那但是我觉得事实的真相还是要还原，要不然大家看今天几大报都用非常显著的篇幅，然后持续的让我们的柯文哲主席蒙受不白之冤了。我觉得这样子的就是这种败坏政治跟媒体联合一条龙操作的恶质风气，必须要被遏制，这样台湾的民主才有可能真正的深化。跟这些民众党办的感恩尾牙餐会，老师您好像没有出席，是因为是办在黄成国的餐厅地方，就是老师今天有跟他谈上的力道。想太多，第一时间他们在调查时间的时候，我就回复了，说我岳父他们自己办尾牙，我一定要陪我老婆去啊。所以第一时间好像在一个我忘了，在一个 LINE 的框里面，在跟他敲时间的时候，我就跟主席还有所有的在框里面的朋友致歉了，说那天我岳父尾牙，我人一定要去，请大家见谅。所以您是有指控说，这个林佳龙是为了要争取这个阁揆的位置，所以才派了2个中间人来瞧事情。这2位中间人非常明确的表达，他们是代表林佳龙而来的。那我觉得这一种找人去求见柯文哲，然后事后再恶意操作放话要抹黑柯文哲，这一种风气真的非常的不可取。高老师，那未来这个国情报告的部分等这个赖总统真的上任之后，民众党会希望处理问题打吗？那有没有怎么样的问题要打？我想520的部分总统依照宪法的规定，应立法院的邀请，那来进行国情报告。那针对立法委员所提出来的问题，总统当然应该要予以回复嘛。那否则两边在那边各说各的，显然也不是全体社会跟国民所期待的。想再追问一下，所以你觉得林佳龙背叛了游锡堃？他所提出来的方案就很直接嘛，就是他们可以考虑支持33嘛，那希望我们可以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嘛。那我们的回复很简单我们当初为什么提黄珊？我们有我们希望政党和解、社会和解的战略考虑。那这一种交换的条件，我们无法接受，怎么可能去支持新潮流的蔡其昌？所以会替游锡堃感到不值。我觉得游院长在整个过程当中，真的，民进党各派系的人想的只有自己的派系利益跟个人利益。整个民进党在整个过程当中，到底是在辅选，
还是在扯游锡堃院长的后腿？我相信整个社会都看在眼里，全体国人都会有公正的评价。但我必须要再一次的指出哦，游院长作为台湾民主的前辈，这几十年为台湾的民主尽心尽力，我个人对他是表达非常高度的敬意跟肯定。民众党在2022年在新北市议员选举中选的不是很好，只有10亿民选上来。那老师现在在主要坐镇新北市，有什么方法想要扭转局势？我想汲取过去的教训，我们做的不足的部分，那虚心的检讨，那期待未来能够做得更好，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工作者应该要有的基本态度。那在新北市，现在我们开始举行的聆听小草声音的见面会，每一场见面会，我们新北市的主委陈世轩议员都会到场。那目前我跟世轩彼此之间的合作非常的愉快。那世轩在新庄有服务处，那我在板桥这边也设立了一个联合服务中心。那未来李友仪他也会在三重泸州那边再设服务中心。那目前台湾民众党在新北各区各里，我们都在筹建我们自己的志工组织。那我相信啊，2026年台湾民众党在新北绝对不会让所有的新北市民失望。有可能每一区都提出一个议员的候选人。我想这个应该是蛮基本的吧，对啊。不过也不用做太早的预设啦。以台湾民众党目前我们所肩负这么多支持者的期待，那以及我们要为柯文哲主席在2028年总统选战在新北打下最好的基盘跟基础。那接下来这几年当中，我们全党上下同心协力，那把新北的组织做好，那让新北市民有感，台湾民众党真的是一个为台湾民众而存在的政党，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委员，你有主张说这个？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不好？委员，你有主张说这个开议时间要提早，但现在看起来蓝绿的倾向还是要月底。那下周一要协商的话，你会怎么沟通？我想我会非常坦白的表示啦，台湾的民众对于新的国会其实是有非常高的期待。那整个台湾社会百工百业，大家早就开工了。那为什么台湾只有一个单位叫做立法院，坚持要到2月底才开工？老实讲，我不是很了解。我相信很多台湾人民啊，也不是很了解。我们会清楚表达这样子的诉求。当然，程序上面要求提早开议的动议，我们也会准备好。那如果到时候两大党还是坚持要月底才开议的话，我想立法院有立法院的议事规则，我们就按照议事规则来处理。董事长，尤其这个新北的统筹分配款不够，也希望立委来协助来修法，提案修法。那国昌老师跟张启凯选前也承诺说要来推动，那现在有没有推动的方向？我在2016年到2020年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那时候在财政委员会，针对财政收支划分法下面的统筹分配款的分配，完全的不公平。它有垂直分配不公的问题，也就是中央把钱跟权都一把抓，那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源不足，这个是真真切切的状况。过去民主进步党在野的时候，也说要推动财政收支划分法，结果等到自己掌权了，钱都在自己手上了以后，就背弃了过去的承诺。我过去在财政委员会质询的时候，我也非常清楚地点出来，新北市统筹分配款的分配，人均在各个县市是最后一名。我离开立法院以后，我也曾经召开过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的研讨会。那一场研讨会，在野党的立委，甚至包括那个时候台北市一些县市的财政局长，大家都有来共襄盛举与会。有一个非常高度的共识，就是要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也因此，在这一次2024年国会选举，台湾民众党不分区的政见就清楚地表列出，
财政收支划分法是我们要推动的方向。那下个礼拜一，台湾民众党会正式的跟大家宣布我们在立法院优先法案的名单。在这边，我可以跟所有的新北市民以及所有关心财政收支划分法的朋友报告，财政收支划分法在我们优先法案名单之列。委员怎么看说，就是韩国瑜他的新任的秘书长是有具备资深的议事经验的周万来，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绿白的党边都非常的强势，所以要起一个压制的作用？周老师哦，我相信他在国会议事规则上面啊，熟稔的程度啊是毋庸置疑啊。那也是我们大家都很敬重的前辈。那非常多的立法委员、立法委员的助理，那迈入国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拜读周老师啊的著作。所以我相信，在专业性上面啊，周老师绝对是毋庸置疑的，毋庸置疑的。那我也希望周老师未来担任立法院的秘书长的时候，能够一本初衷。能够一本初衷，除了专业以外，也要中立的来诠释相关的会议规则，然后让过去立法院那一种民进党一党独大，跟国民党说好就算数，完全不顾规则那种丛林法则，能够获得良好的改善。我相信对于新国会健全的运作，这样会更有正面积极的帮助。我就想问一下，有这个政治评论员说，如果您要征战2026的话，应该就是循高虹安的模式，让蓝白两个方面呢去做一个齐名，那您才有可能当选。我想现在在各个电视台的电视新闻节目上面啊，都有非常多自认为政论评论员的人，那他们的意见我们都虚心的聆听。谢谢他们的指教。那台湾民众党的目标，就是在各个县市争取最多数台湾人民的支持，推动福国利民的法案，同时在各个县市，然后能够帮我们所有的民众来争取他们应该有的权益。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